Hello，大家好，我是 Eric。今天呢，我就是接上一期我们聊到了2016年以前的这个游戏市场。其实游戏买量它是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计算 ROI。假如说我花了10万块钱推广一个游戏，今天一天花了10万，那么今天一天赚了11万，赚了1万块，OK，那我就可以一直推下去，我就可以无止境的一直推下去。为什么呢？为什么赚1万块钱要推呢？因为像三七互娱这种，特别是它这种上市公司啊，它要的是做年报、做财报，它好看就行了，所以它可以无限量、无止境的去推。它要的是游戏的流水，当然盈利也很重要，但是只要不亏钱，它就可以一直推下去。然后同时呢，它赚的也是股价的高收益。你游戏的财报好看了，那大家会不会买它的股票？虽然不给你分红啊，国内市场不给你分红，但是大家一样还是去挤破头的去买这股票，因为它财报好看的。这就是互联网公司、上市公司做生意的逻辑。只要我把财报做得好看了，我今年花了几个亿推广一个游戏，净利润虽然很少，但是我有那个钱花，我牛逼，我的数字就是比别人高。这就是流量逻辑。一般小公司他们也会推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更加重视利润。就是我计算一下我的人工成本，然后出去开销，那我如果花10万块钱，我必须要赚5万块钱才能回本。那这样情况下，那我可能就必须要，我的底线是15万，只要15万以上，它就可以无止境的推，让公司活着，同时还能赚到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呢，最近我还在网上搜了一下，就很多人我看网上讲的游戏，基本上没有一个游戏行业的做游戏的人去讲这个关于中国的游戏行业。我不知道为什么，游戏行业水很深。然后呢，我看到有很多人讲这个买量必须死，或者买量之死，游戏买量到底会不会死？我可以告诉你们，永远不会死，游戏买量永远都在。因为你喜欢游戏，所以你会觉得游戏买量肯定是支持不下去，肯定是玩不了那么久。但是其实游戏买量它发的不是游戏，它发的是 ROI， 是投入产出比，是精准人群定位，是一种广告的方式。只要你广告做得好，你不管这个人他喜不喜欢玩这个游戏，他都会玩。首先我们要知道买量游戏的逻辑跟我们平常玩游戏的逻辑是不一样的。一个买量游戏，它的最基准的一个定位，第一个就是玩弄人心。这一款游戏是有严重的是有非常苛刻的精细的心理学布置的。就是你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它在每一个等级给你的心理需求，会预判你的心理需求，或者说给你建立你的心理需求。有需求就给你期望，没有需求就建立你的需求，再给你期望。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那就给你爽感。它是一整套非常长的一个就是心理行为心理学去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这就是这个就是买量游戏。同时买量游戏它有一套非常严谨的、非常验证了无数遍都能成功的一套数字，一套底层的逻辑系统。它的底层的逻辑系统又建立在严谨的这个数值系统。游戏的数值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你在1级的时候应该砍人是什么感觉？你在10级的时候提升了哪些装备能给你带来怎么样的感觉？这都是一套非常严谨的系统，在每个时候给你不同的感觉，给你不同的刺激感。比如说你在1级刚进村的时候，你是一个菜鸡，大家都知道你是菜鸡，你也知道你是菜鸡，你就会拼命的升级，升到5级以后，突然给你一把极品装备，你充6.6块，你就可以爽到极限，你秒杀所有跟你同等级的怪物。然后等到你升到15级的时候又卡住了，你发现有一个任务你必须要过，然后你要打这个 BOSS， 然后你砍了半天砍不动，最后突然系统就会马上知道你的需求，推出来一把砍刀，你再充个9.9块，然后立马拿了这把砍刀，你又可以爽一阵。然后过了那个等级以后，然后你又卡住了，卡住怎么办？这时候需要你组队，然后才能通过这个任务。然后你就开始找人组队，你就会体验到他会匹配给你合适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他就会给你送机器人，然后你组队打这个怪物，然后你又体验到了组队的爽感。同时呢，你又学会了你要有攀比之心，
然后有很多大佬跟你一起组队，也有菜鸟跟你组队，他会组那些大佬给你。你看这些大佬原来，哇，原来我跟这个大佬玩，他可以到这种地步啊！我跟这个大佬玩，这大佬太厉害了，我不知道他充多少钱，但是他的外衣，他的衣服太华丽了，他的武器太炫酷了，我也要成为这样大佬。然后你就开始继续玩，朝着大佬的目标前进，一步一步的建立你的这个心理学，会让你玩这个游戏玩的出神入化。然后呢，花钱呢，你感觉花的不多是吧？然后玩着玩着你要搞首充，首充完了，然后你要买新奇卡，新奇卡买完买月卡，月卡送礼物嘛，对不对？你把你的收益最大化。然后你买完月卡呢，然后又有仓库啊，仓库又不够放了。它一套一套的等同逻辑设计下来，然后特别是手游上面还加一些非战力的，比如你买这个服装限量服装，你买不买呢？你买的话呢，你就可以打这个副本；你不买，你还打不了这个副本，你拿不了这个宝石，拿不了这个宝石，你就升级不了那个装备，组合不了那个装备。它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其实我们就是玩透了这套东西的人，我觉得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无法理解这是什么个神奇的鬼东西，这我打死不会玩。但是我告诉你，很多人都会玩，而且确实很好玩这种游戏，只要你玩了。所以说游戏呢，它游戏的广告它就是骗你入坑。为什么那么多游戏的广告它都是东西不一样啊？有二次元的啊，有这个还有一些求生的，但你一进去没想到是个传奇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需要吸引你进来，只要你耐着性子，你想我下载了10分钟，那我玩一下就玩一下吧，就打开看一下，很容易上瘾的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它制作的就是为了让你上瘾，然后才让你玩的。你可以去玩一下，其实很推荐大家去玩这种买量游戏的。它的这种逻辑，其实你研究下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那种游戏应该给你的爽感、愉快感，那种很多的这种感觉是可以玩一下。你可以，就是你要把里面的系统要研究透啊，而且每隔15天，或者说20天，或者是30天，会放一个版本给你，它版本更新非常快，就是会就是可能每过15天就给你一个新系统，然后你就研究半天，然后如果你要把它资源逻辑分配的非常的符合逻辑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把你的收益最大化。其实这是这个游戏核心就是最核心的地方。你不要管那些大佬充不充钱，说实话，就是我这个兄弟他玩这个游戏，他充的钱非常少，他就充个首充，但是他可以跟游戏排名前10的这些大佬们站在一起砍怪，这就是很多人最有意思的办法。因为你玩游戏有大佬在，有大儿在，那你就需要有这些小跟班嘛，对不对？那你完全可以就是说享受那种很多大佬，我跟你讲，充了很多钱，然后打来打去还不如一个路人没有充钱的打的厉害，有的这样情况是有的，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所在，这就是买量游戏的乐趣所在。而且咱们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啊，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人，不说啊，从来不说我玩这种游戏，但是他们私底下会偷玩，真的。很多人，而且这些人玩这种游戏都是大耳，他要求的是爽感。我在16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出了买量游戏会使，然后18年说一遍，19年说一遍，20年说一遍，每一年都说。但是说实话，它那个数字是有下降的，但是不多。现在这国内的厂商，这种买量游戏的厂商已经在研发下一代。就适合这种00后的玩家玩的这种买量游戏了，已经在研究了，他们已经在摸索你的心理，琢磨你的心理，已经在开始做了，布局已经布得非常好了所有的厂商，买量游戏的厂商都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等着收割00后这一批人，你们小心点，注意安全。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是，不用害怕，游戏确实很好玩然后呢，18年这个二次元不是崛起嘛？当时米哈游上那个崩坏，然后大家其实所有的厂商都不是很看好这款游戏。怎么说呢？它付费的上限太低了，付费的上限就是做游戏，很多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游戏天花板太低了，就你再高也高不到那种程度。我是说付费付费其实是个很难做的体系很多游戏发行公司第一眼就是看这个付费。米哈游这个崩坏，自己发也是因为说实在的，就是很多人也不看好所以他自己发。
没想到发着发着还发成了，把这公司活下来了，慢慢才走到今天。然后又做了鹰角那个少女前线，也是做的非常之好啊。当时就是说，我们公司的二次元评测以后就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但是别人就看这个游戏看不懂，就觉得这样一个守塔防类的这种游戏，就觉得这个塔防它能做成什么样，能赚多少钱，很多人都不看好。但是人家就是正儿八经的做了故事，做了内容。没想到居然能成，因为以前游戏厂商最看不上的就是做内容了，大家都想把这个游戏怎么做的好玩啊，然后呢内容根本就不管的。突然有一个游戏出来，他做内容了，那故事讲的还不错，人物刻画的非常的生动，然后大家那个时候呢，可能从18年开始呢，都开始重视。除了买量公司以外，买量公司就是就算看了，他也知道自己看不懂，也不会去做这种游戏。在研究，但是不会去做。那很多那种小公司啊，就想着就去搞这个二次元，都搞死了，因为大家都不懂做故事，只懂得去小公司基本上都是去有一套自己的底层代码，然后在那个底层代码上面改来改去的一个框架，然后就披上一个二次元的皮，大概想一个这个世界观，然后就放上去。其实做二次元很难的，它的打磨是非常难的，就是一个人物的一般二次元它怎么做呢？二次元游戏先是做这个人物的框架，先画画。大部分二次元游戏先画画，你画了一些人物，大家觉得这个人物挺好看，大家公司里面选，我觉得这一套美术好看，这个人物好看呢，然后在发到网上去看大家的反响，大家都中意这套人物，就按照这个人物的这个底层框架模型去做系列的人物，它的风格，比如说做了一个废土的，做了一个科幻的，做了一个古代的，做了一个日式的，还是做了一个美式的这种二次元人物，然后按照它的风格、它的画风，然后这个人就成了主美了，然后就他嘎嘎嘎定制一批人物，按照他的想象来。定制好人物以后，才按照这个人物的风格模型才去设定世界观。大部分的游戏公司都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成功几率也比较高。按照玩家，因为二次元游戏其实它卖的是人物，二次元游戏它卖的是角色、例会，还有它的故事，它的那个人物的性格、人物定位，然后按照这个人物来专门做一个世界观，做好了世界观，我不管我说了大家认不认同啊，但是当时确实是这么做的，所有公司都这么做的，很少也有啊，先把故事框架做好以后再去做人物，但是你框架定死了以后，你的人物的上限也定死了，就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挑了。但是如果你做好了这个人物以后，然后你再去给这个人物去安排一个故事世界观，按照他的风格、感觉、表情，还有那种东西来说，他的性格，然后再去给他安排世界观，他的上限会高很多。就是你可以充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去给这个人物定位，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大家二次元，大家看的是美术是很看重的嘛，然后才是故事观。是你看这个角色，你要不喜欢，你会听他的故事吗？不会的嘛。所以这一套东西都是大家慢慢磨出来的。你在国内真正起来的也就这么两个公司，上海那么多二次元公司，全都是跟着这两个公司的一些发他们人干嘛的搞，而且这两个公司也像鹰角比较看好的，米哈游比较看好的，也会下场大家一起合作，然后再去培养更多的米哈游、鹰角。这两个公司确实是实力非常强的。现在都不用说了，现在原神出来以后直接就起飞。然后我就想说，二次元崛起这个事情，没有公司可以超得了二次元游戏，真的。到现在，有很多个公司已经出了这种二次元游戏，大公司拿钱砸也好，烧也好，还有那种买量游戏换成二次元皮的这种的也有，还多多少少前面还能赚点钱，后面就再发就没有用了，只有前期有用。二次元公司确实是很多大公司的心结啊，想做真做不了，这玩意儿真的是。就二次元这段时间就崛起了，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18年那时候停版号一停，就像我上一期节目中说的，版号一停，死了很多的研发和发行还能挺着活着。你知道研发它的做好的游戏，它不能
发出去赚钱这件事情，就相当于直接卡住一个人脖子，让他不要呼吸。他不是那种不给你吃饭、不给你喝水，你还能挺一阵子，直接卡住喉咙，直接卡死。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些事情，都非常气愤，没有用。18年的时候停版号停了多久啊？停了有一个1年吧，停了1年，然后19年还放了一些版号，就是100来个。你要知道，16年之前每年都发2万多款版号，然后18年的时候直接就停了，19年的时候发了几百款。当时说是版号要那个组织要改革嘛，要什么更新换代换人还是怎么样的，反正20年的时候，然后又开了一点，又搞了几千个，好像1、2千个吧，然后21年又停了。那个时候真的每一年都非常痛苦。我说我非常痛苦，研发痛苦是不用说了，大家直接关门不干了，卖车卖房的那些的都血本无归。然后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没办法，大家都开始转战海外，发海外游戏。但是海外哪是想发就发的？你说国内发不了，数据没有验证，然后你再贸然的去发海外，这东西怎么搞？然后21年的时候发了1000来款，22年现在正式打开，22年的时候才开始正式回归正常运作，这期间隔了4年呢。22年正式回归运作了以后，也不多，一年也就几千个。你要知道，以前都是几万啊，2万、3万、4万这样发版号，现在就是一年就1000来个。然后23年、24年我没有关注，我不想再看到这个糟心的东西，这个事儿我不想再糟心了，我不看。然后再加上监管严格，你好不容易等到版号了，你说不定还要重新改。它没有一个，它有具体的标准，但是具体的标准到底怎么做，你知道这个太难了。只能说版号这个事情太难了。再说说海外游戏市场，海外游戏市场从17年开始，大家出海摸索的，那个时候是国内的研发就是想的这个海外无所谓，我就直接那个什么，你就把我的研发资金收回来就行了啊，你付我的版号你付我的这个你付我的这个本金收入，就把我的这个研发资金 cover 就行了。大家不懂，也不重视这个市场，但是发行就很重视，想要把这个事儿做好嘛。那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搞海外，那么搞来搞去在海外市场上 SLG 是最吃香的。 SLG 这个产品太可怕了，最牛逼的当年16年那时候一直到2020年FunPlus 阿瓦隆之王这个玩意儿就是简直吸金能力之最没有之一。阿瓦隆之王State of Survivor 火枪纪元，我的妈！每年给他们赚多少钱？他们做了无数款游戏，都比不过这2个游戏。你就别说那个网易的帅祖之滨莉莉丝的万国觉醒，那都是后来的菜。那时候FunPlus 发的那个海外的那个 SLG 游戏，那真是赚老鼻子钱了。你当然也是死的很多，但是不重要人家那一年那么上百亿的人民币的收入，那么动不动就多少亿，动不动就多少亿的美元，人家赚都 US dollar， 这个东西太赚钱了。很多公司想搞，举全公司之力所有的钱拿出来，然后研发 SLG。有一些公司据我所知的，一年研发4、5款、6、7款那种游戏，从FunPlus 挖人，从各种各样绿洲挖人，从各种各种地方挖人，挖过来以后做 SLG，都做不成。SLG 其实真的在海外市场做好的很少，但是你一旦做成了，那他妈吃10年。随随便便吃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而且是足够吃饱吃撑的那种，非常离谱。然后后来就莉莉丝的万国觉醒是吧？然后阿里的三国志战略版有些人说那个有些人说万国觉醒是乐狗的，乐狗是研发这个产品万国觉醒是人家莉莉丝找乐狗定制的不是那个乐狗自己研发的。
自己非要想起来有做一个这样的游戏，是莉莉丝找给了方案给那个乐狗制作的、定制的，也只能给他们家发。能做好的也很好，海外市场比国内要复杂的多。海外市场跟国内不一样的是，海外市场你发海外，很有可能分分钟就亏钱的，因为海外大家更讲究那种地推那种方式，国内你可以做全线上，你可以随时控制止盈止损，但是海外的话，你游戏上线之前，先拿个几百万$啊，然后在那个市场，比如说日本，先铺天盖地的打广告，汽车广告、巴士广告、地铁广告，楼上的那种视频广告，你必须要打，你打完以后，这就先100来万花出去了。然后再开始做网上宣发，网上也宣发，然后找名人代言、网红，你全部东西视频做完以后，然后开始投广告，然后在那个同时也可以做就 Facebook 啊、谷歌开始投广告，游戏预热，然后等到上线以后，你看效果不行，那就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你不像国内，它可以随时止盈，游戏上线之前前1个星期，然后你看你的广告视频后台。然后推差不多的量，然后到时候游戏不行，马上一按点卡就行了。不行的，人家海外的广告都是你一买就买一段多长时间的，这个是说好的这个广告。所以海外其实发行的风险也是非常之大的，而且所以海外选产品要更加依靠自己的能力和直觉，然后更加的，就是说要去跟研发聊很多，然后看产品会更加的慎重。大部分，而且你要发好的话，产品还有研发还要配合你一起做本地化，当地的本地化。你像你一聊到本地化，我想起来在中东那边做本地化最复杂的，但是中东那边，你产品做好的话，可以顶一个欧美，可以顶一个美国市场。中东那边土豪那砸那些，我记得有一个游戏公司专门就是做中东游戏的，中东的消消乐。你知道中东那边人，他们是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伊斯兰教，他们特别是女性没有什么事干的，又不上班，他们都不上班的，就是在家带孩子呀，然后有钱的就买护肤品呀，那整天把脸这样蒙得严严实，头盖严严实实的。但是你想不想得到，就中东的女性，就是阿拉伯，也不是阿拉伯，就所有伊斯兰教女性最喜欢就护肤品，整天到晚盖个。拿那个黑布子遮着脸，然后呢还把脸整天这个护肤还护得要命的，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你又不给别人看，你还把那个脸护肤美的，皮肤美的，这我就完全不能理解。你都盖住的地方，你护它干啥呢？反正我理解不了。你像那些女性就无聊啊，所以专门给那些女性就是研发这种消消乐啊，就是让他们不要那么无聊那种游戏，非常吃香，非常赚钱，特别全世界最屌就是那个地方，休闲娱乐游戏，在中东。非常的优秀，还有在美国闲人也多啊，所以海外市场能讲的还很多，到时候我们下期再聊一聊其他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海外市场的他们的这个游戏的格局是怎么样的，游戏公司怎么分布的，大家喜欢玩怎么样的游戏，每个地区不一样。你比如说在台湾那个地方，你就不能发西游记题材的事你是不能发的，因为在台湾你西游这代表是人死了然后去西天了，就叫做去西游。如果你发个西游记，就是意思就是人挂了然后到西天去了，就是这种太晦气了，没有人玩，对不对？所以每个地方的游戏都有不同的玩法，非常有趣的。日本的就发那种擦边游戏啊，福利游戏啊，多送一些欧拜，然后给大家。日本人就喜欢玩那种的，特别是年纪大的，付费也高。基本上所有海外的这个游戏呢，收入都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在国外所有的玩家都是认可游戏付费这样东西的。因为国内的很多玩家都喜欢白嫖啊之类的，但国外的玩家他们不是很喜欢白嫖，他们还是非常有付费理念，而且他们会很好的规划我这个月的。比如我这个月的一般来说，我一个月的收入，比如说是1万块钱，然后我要分多少的资金在游戏里面，他们会有详细的计划的，是一定要给的，是这样的一种。它付费理念不太一样，跟国内。然后咱们国内习惯了白嫖嘛，去那个网上下点那种免费游戏、盗版游戏玩一下，也很多。这就是大家理念不同。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大家慢慢也会认同这一条路的。